多伦多金牌女房产经纪人光天化日之下离奇失踪，3天后化作一具焦尸。惊悚的案情，嚣张的凶手，不仅震惊了多伦多华人圈，更是让整个加拿大都人心惶惶。然而，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被家暴的前男友，被职场霸凌的前员工，涉及利益纠纷而对簿公堂的前客户，以及在日趋内卷的行业中竞争激烈的同行们，一一浮出水面。如同经典推理小说中的情节，貌似人人都有动机，处处都是险境。而当警察忙着一层一层剥洋葱时，真凶却隐藏于层层阴影之后，早已逃之夭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是谁杀了多伦多地产经济大姐大。2024年8月9日中午时分，大多伦多的约克警局收到了一起报案，称一位56岁的华裔女性梅玉英，英文名 Anita 失踪了。报案的呢是梅女士的儿子，他说母亲在早上9点半左右离开了位于万景地区的家，说是要去见一名客户。母子二人呢在11点左右还有过一通电话联系，但是在那之后便彻底失联，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在尝试了1个小时依然联系未果之后，儿子报警说母亲失踪。警方呢很快调取了梅女士的手机和汽车定位，并且根据电脑中备忘录的当天行程信息就开始进行排查。可能看到这儿很多熟悉我们频道的同学会有些奇怪，说什么时候多伦多警局的效率变得如此之高了？的确在犯罪率日渐飙升而警局人手又严重不足的当下，哪怕是凶杀、绑架一类的大案，都很难做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铺开调查。而梅女士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这才失联1个多小时而已，警方就重视成这样，的确好像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过呢，她能够得到这么高的待遇，其实也是有多种原因的。根据多伦多本地华人媒体的报道，梅女士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房产经纪，而且呢长袖善舞，在政商两界人脉宽广，其中也包括了约克警局内的多位华裔探长。那熟人出事自然就会紧着些。而且就在梅女士失踪案发生的2周前，同样是在多伦多万景，发生了女中医张颖被人绑架杀害的案件。受害人张颖被掳走的诊所，距离这次梅女士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地点相距不到10公里。2位女性不仅都是华裔，而且呢年龄身高都比较相似。尽管张医师的那个凶手已经被抓捕归案了，但是却拒不交代案发经过，让警方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有同谋，或者说呢有人想要模仿作案。如果说真的出了一个专门针对华人中年成功女性的连环绑架杀人犯，那警局摊上的事儿可就大了。而最为重要的是呢，根据报案人的说法，梅女士在出门前曾经告诉过儿子，要每个小时给他打1次电话确认平安，如果他不接的话，那就赶紧打电话报警。那推测一下，梅女士和儿子在上午11点的最后那次通话应该非常重要。他也许是对儿子提出了某种呼救暗号，或者说呢，儿子在背景声音中察觉到了异常，才导致他在母亲失联后短时间内就决定报警。警察也同样快速地做出了反应。不过直到现在，警方都还没有公布那通电话的具体内容细节。至于作案动机嘛，无论是警察还是网上的野生福尔摩斯们，一开始呢都把这矛头指向了绑架劫财。原因呢是因为这几年随着多伦多房价的飞速上涨，房产经济的佣金也跟着水涨船高，其中的佼佼者更是一跃成为了高收入人群。可是这也不免引来了那些见钱眼开的亡命之徒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就提到过，房产经纪似乎已经成为了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尤其是在带客人去看房的过程中你想1对1的私密空间，更是让风险层层的上涨。不仅是被抢走钱包、首饰、车钥匙的案件屡见不鲜，还曾经有我们频道里讲过的多伦多韩建国遇害、BC 省美女经纪看房的时候被杀等极端事件发生。以至于有保险公司专门就为房产经纪量身定制了特别的保险计划，更是坐实了这一行的高风险性。当然了，除开买保险这样被动的做法，很多经纪也会在业余的时间学习防身术，去靶场的练射击，以求在危险发生时候能够自保。而在平日生活上，他们也大多选择了低调行事。早年间那种为了彰显实力，衣服上印满奢侈品的 logo 开着豪车招摇过市的情况，这些年已经比较少见了。不过即使是梅女士想要低调，她在业内的成就
也让他名声在外。作为著名地产公司 Century 21加拿大分公司的业绩 Top 10，多伦多不少高价交易的住宅、商业地产都跟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比如我们之前节目中提到的华人赌场案中那栋由豪宅改造成的地下赌场的那个盘，后来呢多次易主，其中的一次交易就是梅女士作为经纪人经手的。而在她失踪的前一天晚上，她参加了公司的一次高级经纪人的聚会，席间有不少人过来跟她举杯庆贺。大家都知道，她刚刚签过一笔上千万的大单。地产行业素有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说法。这种令同行艳羡的业绩，对地产大姐大梅女士来说却是家常便饭。事业成功，财务自由，在别人看来可能多半是羡慕嫉妒，可是在不法分子眼里，那就是活脱脱的待宰肥羊。但是胆敢在光天化日掳走一个大活人，这案犯要么是个胆大包天随机作案的狂徒，要么就是精心策划，预先踩点，搞不好还演练过多次，才能做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顺利得手。在梅女士失踪的当天下午呢，警察找到了她开的那辆白色奔驰 SUV， 被人遗弃在士嘉堡的一个公共停车场，距离她家只有15分钟的车程。车内并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也没有发现血迹。但是因为这辆车子平时并不只有梅女士一个人使用，所以这里面提取到的指纹和毛发纤维呢多且混乱，警方一时间也无法确认到底哪些属于嫌疑人。然而这辆车明明是在几个月前才购入的新车，在多伦多猖獗的汽车盗窃市场上，二手销赃的价值很高但是却被绑匪弃之不要，这一点很不同寻常。而另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知情人向我们 MR 档案爆料，发现梅女士失踪后她的家人在不到1天的时间里就筹集到了100万加元的现金，并且建立了比特币账户，准备好一旦绑匪提出赎金要求，几分钟之内就能到账。但是匪徒却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们。种种迹象表明，绑匪似乎并不图财，而是冲着梅女士这个人而来。那作为一个保养得宜、显年轻、单身多金、人脉广的富婆，情杀的嫌疑在警方那儿也是不能排除的。其实在梅女士失踪的公告发出之后没多久，社交媒体上就流传出了她的男友是一个越南黑帮的大佬，可能是2人感情生变导致了他对梅女士痛下杀手的说法。不过这个事儿很快就被人辟谣了，说梅女士的男友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高帅富经理，的确是越南裔，但是人家亲戚朋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是正经人家。仅仅因为是越南人，就硬把黑帮给扯进来，有点类似于墨西哥人都是毒贩，黑人哥们都会零元购一样，是妥妥的刻板印象。而且呢，男友在案发时正在上班，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警方随即又走访了梅女士的前夫，他经营着一间非常成功的广告公司，承办过不少香港歌星和艺人到多伦多的商演。2个人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离婚，双胞胎儿子主要是跟着梅女士生活。前夫回忆说2人在离婚后依然保持着友好关系，因为儿子们的缘故也时常会有联系。不过出于对隐私的尊重，他对梅女士的感情生活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曾经换过好几任男友，其中还因为一起家暴事件而引来过警方的介入。有关这起家暴，我们并没有查到相关的公开信息，但是有知情人透露说，此事发生在1年多前，2人因为口角升级而引发肢体冲突。警察到来后，认定是在气头上打砸东西的梅女士才是施暴的一方。不过因为并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只是给予了口头警告，并且限制了2人继续接触。而这位前男友后来也被警方排除了嫌疑，一方面是时间动机都不具备，二来呢是他已经是一个年近80的老人了，体力和精力上都无法完成这么高难度的绑架杀人。情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之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仇杀了。而说到这个，那可就复杂多了。作为一个成功的顶级房产经纪，梅女士在从业几十年的时间里屡创销售佳绩，尤其是在商业大型的楼盘的这个类别上更是多伦多地产首屈一指的金牌经纪。2016年，在他第一次成为公司年度总销冠的时候，安居网曾经给他做了一篇名为《梅香源自苦寒来，洒播温馨向客源》的专访文章。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自己的座右铭是无以诚信待客户，客户视我如亲人。
正是在每笔交易中都能将心比心，为客户量身寻找最合适的物业，才让自己的事业获得了如此成就，也建立了极好的口碑。不过，随着他经手的客户越来越多，好评率自然也无法达到100%。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篇相关报道中称，一共查询到4起有关梅女士的法庭案件，其中3起呢，她都是以被告的身份出庭的。不过因为案情的完整记录尚未公布，记者也无法得知这些事儿是如何解决的，或者说是否得到了解决。不过 M2 档案则从另一渠道得知了其中1起诉讼事件的大致原委。梅女士曾经作为买家的代理，经手了一处价值上千万的商业 Plaza 楼盘。由于当时正处于房市的火热期，竞争激烈，于是梅女士在贷款审批尚未完成之时，劝说那位海外买家拿出100万的定金，确保这个楼盘不会花落别家。结果，这银行贷款却没有批下来。在尝试了多家不同的银行均告失败之后，买家最后不但没有得到那处心仪的物业，根据合同，就连100万的定金也无法退还，可谓是房财两空啊。于是呢，买家一怒之下，把卖家和梅女士都告上了法庭，以条款有猫腻、经纪人故意含糊其辞进行误导为名，要求返还定金。其实有关这个事儿，我们也咨询了一些相关的从业人员，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如果买方的说法属实，那么梅女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可思议，也是严重违反行业道德的。因为作为买方经纪，他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客户，尤其是在合同规定定金不退的前提下，下定这个事情应该是慎之又慎。一般来说经纪都会把整个交易过程划分为几个甚至10几个小步骤，就跟打游戏通关一样，只有前置任务完成了，最后一步才是下定金。银行批贷款更是这些步骤中最关键的一环，相当于8字都没一撇呢，怎么敢让人放出100万巨款啊？这里面如果不是买家为了打赢官司夸大其词的话，很可能就是梅女士对自己的经验和人脉过于自信，太想要拿下这笔大单，于是冒险让买家先放下定金再说，万一之后批下来了，那又是个开张吃3年的大生意，出了问题，损失的定金也不是自己的。但是这也犯了行业大忌，不仅损害了自己客户的经济利益，还容易让人怀疑是买卖双方互相勾结，甘蔗两头吃，被告上法庭呢，倒也不奇怪。因此梅女士的不少同行对她的行事作风都颇有微词，觉得她咄咄逼人、急功近利，过于追求高风险高回报了。那客户和同行对她的评价尚且如此，那些拿她工资吃饭的下属更是对她的看法颇为两极。根据 Century21 网站上的信息，梅女士尽管隶属公司旗下，但是自己拥有一间写字楼的办公室，最多的时候有5名员工为她工作。根据一位曾经做过她助理，如今已自立门户的房产经纪回忆在她手下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一方面的确是跟着她学到了很多的行业知识，积累了人脉和经验，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忍受她高强度的工作要求、严厉的行事作风，以及跟付出完全不对等的薪资。比方说他就亲眼目睹过梅女士对一位出错的实习生大发雷霆，把对方桌子上的文件、水杯、显示器一把扫到了地上，最后那个女孩不得不流着眼泪把东西一点一点的收拾好。梅女士呢，自己是个工作狂，2部手机时刻响个不停，于是她要求助理也一样，保持24小时的开机，不管白天黑夜都得随叫随到。再加上她自己不喜欢开车，所以呢，助理除了工作之外，还要当负责接送的司机，哪怕是她应酬到了深夜，也必须打起精神陪着。可是梅女士开出的工资却没有因此而变高，相比于其他的经纪给助理的甚至可能更少。这也导致了她手下的助理很少有干超过1年的，多半是累积了经验之后就赶紧辞职走人，不挣她给的这点窝囊费。平心而论这些呢，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的现实加强版，并不足以构成犯罪动机。不过也能够从侧面看出，梅女士的确有可能在日常小事中跟人结怨，再加上她平日里头交际广泛，社交圈很大，也给案件的调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警方呢，是从梅女士当天的日程安排上看出了一些不合常理的蛛丝马迹。首先就是她对儿子强调说，在她出门后呢，要每小时给他打1次电话，如果不接就说明出事了。
一般来说啊，为了安全起见，很多经纪在带客户去一些治安不好的区域看房的时候呢，会让助理或者家人给自己打电话确认是否平安。但是啊，也很少能到每小时打一次，不回应就报警这么一个极端的情况。换句话来说，如果真的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要么干脆别出门，放弃这单生意给别人做，再怎么着也要带上1-2个大汉当保镖才行啊。尤其是梅女士自己还不喜欢开车的情况下，再怎么着也该带一个司机呀。可是呢，她最后却还是选择了单枪匹马的开车赴约，结果却一去不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警方推测啊，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黑白两道都有人脉，对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她怎么样。但是更大的可能性呢，是她要见的那个人，或者说要谈的那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着太高的保密性，不能让保镖或者司机这种外人知道。而这个呀，就要说到他那天早上要去的那处地产了。根据警方后来公开的信息，那是位于404高速公路附近 Vandolph Side Road 附近的一处农庄房产，占地近10英亩，其中还包括了一大片林地、一处沼泽池塘以及一栋4卧3洗手间的独立屋。根据房产网站 Zillow 上提供的信息啊，这处房产最近的一次交易记录是在2016年。尽管没有公开买家的信息啊，但是在谷歌地图上能够看到这儿有一个中文名称呼啸农场，所以啊，农场主呢大概率是个中国人。仅有的3条评价中也有1条是中文的，说这儿出品的西瓜和玉米都很好吃。主人在买下这个农场之后的第2年就开始挂牌出售了，但是似乎进行的并不顺利，几次降价之后都没找到买家，最后干脆以每月3500加币的价格进行招租，估计想要用这个边租边卖的方式来回血。这农场附近的一家邻居跟环球邮报的记者说啊，这块地和那个房子啊，在过去的10年中呢，其实一直都空置着，只有一个农民夏天会来租里面的一块土地，种一些农产品进行出售，而且他也不住这儿，而是每次过来种完地就开车走了。而这块地之所以难以出手，除了买家不愿意再继续降价之外呢，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地理位置不算讨喜。尽管网站上显示啊，这儿开车到404高速公路啊只需要5分钟，距离万锦市中心呢也不到17公里，但却是一处僻静所在。用那位邻居的话来说啊，这儿白天都很少有人路过，晚上就更加让人感到不安了。因为没有路灯，所以这晚上黑黢黢的，抬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星星。而且啊，因为地广人稀，安静到能够听见树林里头猫头鹰的叫声。猫头鹰。换句话来说呢，这就是一处匪徒精心挑选过来的杀人越货的风水宝地。恐怖片过来取景都绰绰有余，独自一人过来赴约的梅女士，相当于是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不过啊，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农场呢，其实一直都是挂在另一家大型房产中介公司 Remax 的名下进行销售的。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呢，就被人从待售房屋的列表上给拿了下来，不仅是不卖了，连招租都一并停止。但是 Remax 公司表示呢，尽管农庄并不公开对外销售，但是经纪们依然可以通过内部交流信息的方式带买家来看房，也就是俗称的暗盘销售。由于这个房子本身是个空房，里面并没有值钱的家具电器，所以卖家经纪呢，很多时候并不会露面陪同，而是把钥匙就放在门口的保险盒子里，把密码呢给买家经纪，让他们自个儿开门进入。而梅女士只是在备忘录里头记下了这个地址，却没有注明那位要和她一起过来看房的人到底是谁。于是啊，这个神秘的买家就成为了警方眼中的头号嫌疑人。与此同时，警方封锁了那处农场，派出了包括无人机、警犬在内的大量警力，对里面的树林和池塘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一时间，农场发生了命案，成为了谋杀和抛尸现场的消息在网络上疯狂传播。不仅是附近居民人心惶惶，也引来了当地数家媒体争相报道。随着搜寻工作的进行，警方从农场中找到了几大包可疑的证物，但是却依然没有找到梅女士的影子。与此同时，有关此案的社交网站的讨论板块上，有人爆料说梅女士极大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理由是她的家人已经在联系律师咨询她是否留有遗嘱。不幸的是啊，事情也的确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根据警方的通告，8月12日，在安省北部 Parry Sound 的地区，距离那个农场北边200多公里外，
有人发现了一处熊熊燃烧着的火堆。在当地消防员赶过来扑灭火势之后，惊现一具烧焦的尸体。经过家属的 DNA 比对，证实了死者就是失踪的地产经纪梅玉英。也就是说，其实在他失踪后3天，警方就已经发现了遗骸，只是因为鉴定和确认身份又花了几天时间，所以直到近1周后才对外公布。而在这个期间呢，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依然在农场进行着搜寻工作，而且不排除农场就是绑架杀人的第一现场。然后凶手驱车将尸体带往200多公里外的地方进行了焚尸抛尸。有关焚尸这个举动有犯罪专家分析认为，大概率有2个可能性：一是凶手对梅女士有着刻骨的仇恨，哪怕是杀了都不解气，要让她死后也经历烈火焚身；或者是这个凶手在作案的过程中，在梅女士的身上留下了一些很难清洁处理、容易被警察提取 DNA 证据的线索，于是只能一把火烧掉，以绝后患。纵火烧尸这个事儿同时也非常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因此在确认了死者就是梅女士之后不久，多伦多警局宣布已经逮捕了3名跟本案相关的嫌疑人。由于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不能对外公布他们的名字、性别以及种族，只说其中2人16岁，1人17岁，分别来自多伦多市区以及多伦多附近的小镇 Whitby。 他们被捕的时候呢，身上搜出了梅女士的钱包和信用卡。这么一来似乎这动机又回到了一开始的谋财害命上。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舆论大哗。要知道这些年不只是多伦多，整个加拿大的青少年犯罪率一路飙升，但是大多数也仅仅局限于小偷小摸、贩卖少量违禁品等轻罪上面。绑架杀人，甚至还丧心病狂的焚尸灭迹，这简直是大伙怎么都想不到的 next level 了。不过很快就有人表示了质疑，主要就是奇怪这几个小贼是如何把梅女士骗到那处农场以便动手的呢？要知道，这样价值几十万的地产，虽说不至于要先验个资再看房，但是也不是随便打个电话就能约到梅女士这样的头牌经纪人亲自带着过去的。就算是这几个人故意夸大了自己的实力，也很难瞒过梅女士几十年练就的火眼金睛只怕是几句话就会露馅，更别说是陷入圈套了。很快，警方的通告也证实了网友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几个年轻人分别以诈骗、非法持有未经授权的武器等罪名被提出了起诉。这罪名里头并没有绑架和谋杀，也就是说他们要么是作为外围从犯帮着销了个赃，或者呢是销毁证据，要么就是一帮无意目睹了凶案过程的小混混，不但没有报警，反而见钱眼开，捡到了梅女士的钱包和信用卡，大刷特刷。在这几个毛贼的口供帮助下，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辆白色奔驰 Sprinter 厢式货车，以及一辆灰色的保时捷卡宴作为嫌疑车辆，并且通过这2辆车的汽车贷款，认定了一个名叫胡志雄的华裔男子为本案的第1嫌疑人。胡志雄和梅玉英一样住在万景，开了一间装修公司，主要经营的项目呢是厨房和浴室的橱柜定制。他还在万景的一家商业广场租了一间铺面做展厅。根据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报道警察其实在梅女士失踪几个小时之后就来到了这间店面，找到了胡志雄，问他是否认识梅女士。根据在场的一位目击者说，一开始警察来的时候，胡志雄并不在店里，但是呢，店员打电话给他后不久，他就赶了过来，和警察进行交谈。不过这次走访非常的简短，似乎警方只是例行公事的问了几句话之后呢，就离开了。万万没想到，这警察前脚刚走，胡志雄马上就关了店，并且放店员回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等1周之后，警察再度上门时，店里早已人去楼空。胡志雄名下还有另外一处物业，是他的办公室和橱柜制作的木工车间。在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还能闻到空气中有新鲜切割木材的味道。大门上贴着各种各样的便签纸，根据上面的日期显示，在过去的2周里，有其他的分包商和商业伙伴都过来找过他，但都是无功而返。这种不告而别跑路的做法，更是坐实了他肯定和梅女士的遇害案脱不了关系。但是当警方对胡志雄发出涉嫌1级谋杀的全国通缉令时，一位和胡有着多年商业伙伴关系的消息人士说，每个人都很震惊，因为我们都不认为他是一个会杀人的人。
而警方也承认，此案动机尚且不明，胡志雄身上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帮派分子有所牵连。也就是说，除非能够将他捉拿归案，否则杀人动机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得不到解答。令人意外的是，在通缉令下发的1天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向警方证实说，胡志雄早在8月12日就已经离开了加拿大，目的地是香港。边境局没有透露他是从哪个出口离境的，也没有说他到底是单独旅行呢，还是带着家人同行，更无从知晓香港是不是他潜逃的最终目的地。根据本案的时间线进行推断，他几乎是在进行了焚尸抛尸之后，马不停蹄的就离开了加拿大，让人怀疑这个跑路的行为也是他早就计划好的一环。而他选择前往香港，也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在2020年之后，加拿大就已经暂停了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而加拿大和大陆之间从来就没有过引渡协议。也就是说，即使是香港或者大陆警方非常给力，抓到了胡志雄，那么将他送回加拿大受审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即使明知困难重重，加拿大警方还是表示，调查人员现在已经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请求全球的执法部门配合找到并且逮捕胡志雄。就算不能把他遣返回加拿大吧，能让他在大陆或者香港为这起谋杀罪定罪服刑，或者至少能够让他交代出案情的前后细节、犯罪动机，幕后是否还有别人指使，也多少能够给梅女士的家人朋友一点交代。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尽管警方后来证实了张颖医师和梅玉英经济的双被害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一地区连续出现了2起针对亚裔中年女性的恶性案件，而且凶手呢也都是没有犯罪记录的华裔男子。这里面种种巧合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希望大家在海外生活的时候呢，还是得保持警惕，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那些打着同胞老乡为借口刻意接近的人，搞不好就会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来2刀。对于这起案件呢，我们目前能收集到的信息就是这些。如果关键的嫌疑人胡志雄不能归案的话，我们猜测这个案件短时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希望警方能够尽早的找到其他方面的突破口，缉拿凶嫌，还给受害人和家属公道和正义。M2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并为观众们做跟踪报道。有线索呢，欢迎大家提供；有评论，请在讨论区留言。祝大家平安生财。咱们呢，下期再见。